开局流落荒岛，但觉醒系统，别人狼狈求生，晴天却悠然种田。中国人到哪儿都能种田，诚不欺我。清纯校花、性感御姐全都求着晴天庇护。晴天，为了守护自己温馨的小家，晴天在荒岛上含泪驯服金雕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叫沙雕了。单枪匹马大战枫叶猪，嘿嘿，追不上我，追不上我！手撕泰坦蟒，玩的就是刺激。凭借神奇的现代知识，晴天在荒岛大展神威，竟被原始部落的土著们尊称为巫神使者，山呼万岁。奇异的荒岛未卜的前途，属于晴天的荒岛余生开启了。哇，好牢固，怎么推都推不动。哇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昨天还软绵绵的，今天就硬起来了。原来用贝壳真的能盖房子。怎么样，裸巴？还不错吧？我来试试。不错，这墙很坚硬，即便是大型野兽的利爪，也无法轻易将其破开。好家伙，这逼装的够潇洒呀！下次有机会，我弄个混凝土的让你试试。太好了，用石灰砂浆建造的房子应该会很暖和吧？哈莫尔长老，当初啊，我们部落刚到这荒岛的时候，身上并没有任何的御寒衣物。刚入冬季，部落里的很多族人就像随着那开春融化的雪水一样，永远消失在了这荒岛上。放心吧，这个冬季一定会很暖和的。阿洛夫，我记得你说过，土著曾经躲进过白雾对面，对吧？是的。到底是不是？确定，船长，我确定。可能是那群土著喝了不老泉，有了神力的加持，所以才能穿过这死亡迷雾。不老泉？如果是这件东西的话，或许还真有可能。啊，差点就得被扔进白雾里了。荒岛的冬季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，若是气温过低、降雪过大，贸然前进确实很容易遭遇危险。走，先回去，备战凛冬。是。快看，那白色的石头真的融化了。这就是那叫玻璃的东西吗？软软的，好像糖一样。这是什么工艺？真是太神奇了，好想试一试呀！那就让你试试，过来吧。真的吗？太感谢巫师大人了。刚才看女巫大人制作的那么流畅，我还以为会很容易，没想到这么难啊。玻璃液分布不均匀的话，玻璃泡就会变得歪七扭八。这个玻璃，巫师大人，要不然我再试一次。你想试多少次都可以，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女巫大人，她会教你的。这比我和叶林第一次的好太多了，果然不愧是拉达部落第一工匠。希望大家能够尽快掌握玻璃的制作技艺，在入冬之前为整个部落制作出足够的罐头。保证不辱使命。叶林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。最新的营地规划设计图还需要修改一下。怎么样？设计图画好了吗？该吃饭了。已经这么晚了吗？啊，走吧，别让大家久等了。饭早就好啦，我刚才看你专心致志，在洞口等了10来分钟，都没敢打扰你。今晚又是吃鱼啊！虽然种类繁多，厨艺也还可以，但真的是吃腻了呀。巫师大人，
女巫大人，你们怎么不吃啊？是身体不舒服吗？啊，没有，只是不怎么饿。虽说在荒岛上能有吃的已经很不错了，但同样的食物，吃多了总是会腻的。看来也是时候给大家改善饮食结构了。族长，部落的战士应该有能力狩猎野猪吧？如果是落单的野猪的话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但若是成群，巫师大人，你是想猎杀野猪？不，我是打算圈养野猪。什么？圈养野猪？这么说，以后我们族人不用再冒着生命危险去狩猎，也有猪肉吃了。是的，不过这种情况可能得等到2、3年以后了。圈养野猪可以当做过冬的食物，并且经过几代繁殖，一旦驯化成功，以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，不用再担忧粮食问题。沙雕已经发现目标，大家按照昨晚制定的计划行动。快点把他们拦下来，往那个方向赶！打飞了，好厉害！都小心点。太好了，我们成功了！以后我们也能圈养野猪了。没想到这竹林里竟然会有这么多的野猪。可惜跑了一只。放心吧，只要在这竹林的，以后都跑不了。艾鲁克斯他们来了，我们赶紧把野猪弄上来。帮忙！这帮家伙太闹腾了。让我来，一拳把这畜生打晕。哎，不用这么麻烦，我来处理就行。这是使用了巫力吗？只是脑袋被蒙住，野猪就安静下来了，太神奇了吧！这个土方法还是我从村里养猪的大爷那里偷学来的。这次抓到的野猪总共有7头，有公有母，养殖大业跨出了重要的一步。快看，巫师大人回来了！今天你们没事吧？这么快就搞定了？狩猎的过程很顺利。怎么样，猪圈搞好了吗？早就完工了，你快过来看看。1米的高度，对于其他动物来说，也许轻轻松松就能逃出去，但是以野猪的体型和弹跳力，几乎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高墙了。干得不错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在办事儿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晴天继续带着部落的战士前去竹林狩猎野猪。猪圈里的野猪越来越多，初步满足了养殖的需求。而到得第4天，沙雕在竹林上空转悠了半天，却再也找不见野猪的身影。也不知道野猪是学聪明躲起来了，还是被抓光了。不过，这么多野猪已经足够多了，没必要继续狩猎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完成营地升级，奖励5000积分。没想到这次营地升级奖励这么丰厚，加上之前的积分，现在总积分已经超过13000，足够购买一个天赋了。拥有迅捷猎豹和射手赐福这2个天赋，在逃跑游击方面没人是我的对手。不过在正面战斗的时候，这2个天赋作用有限，所以我需要一个更能打的天赋。这个不错。哎呀，这个也很好。好纠结。今天，你快过来看。怎么了？1天时间，你们就产出了50多个罐头。怎么样，我们厉害吧？等再过几天，大家熟悉了工艺，我们的产能还能再提升。厉害厉害！解决了容器问题，是时候开始制作水果罐头了。
制作罐头的流程非常简单，水烧开后，将制作好的玻璃瓶、剥好皮的葡萄和去眼切块的菠萝分别煮沸消毒，之后将葡萄、菠萝捞出，装入玻璃瓶中，用高温处理过的黄泥巴封边。可是这样密封起来，水果真的能保存几个月的时间吗？哎，既然巫师大人说可以，那就肯定没问题。这种制作虽然简陋，但成品绝对没问题。食物腐烂主因是微生物，用高温先杀死微生物，之后密封，隔绝外界微生物的入侵，就能达到长时间保存食物的目的。微生物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看不到？算了，你们只需要知道没问题就行。食物的问题解决了，是时候去火山一趟了。各位，寒冬结束之后，维京海盗随时可能入侵，我们能够作战的人员不足，武器也存在很大差距，我们需要提升装备，尽可能的提升战斗力，所以我们必须前往火山寻找铁矿，有了铁，我们就能打造出铁制刀具，再不惧怕海盗的武器。尼克、卡塔、拉格纳，你们3个记住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要保护好巫师大人。是，尼克誓死保护巫师大人。放心吧，那个地方我去过2次，只要小心点儿，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。咱们只是去挖个矿，别搞得像奔赴战场似的，到处立 flag 呀。晴天，路上小心，我们会在家里等着你。放心吧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这趟路途出奇的顺利，走了一整天都不曾遇见危险。一直到山脚下，几人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，燃起篝火，撑起了帐篷。巫师大人，那个什么铁，真的能帮助我们击退海盗吗？能不能击退不敢保证，但绝对能让我们的武器质量更上一层。尼克，这2把匕首你之前用过，一把是我的，一把是女巫大人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轻，很锋利，很坚硬，和海盗用的武器一样。这就是用铁做的武器？没错，都是用铁做的。部落的武器都是我亲手锻造，但却远远不如海盗的武器。我一直苦苦思索，想制作出同样坚固锋利的武器，可却从没有成功过。巫师大人，您是说，只要有了铁，我也能制作出和海盗他们一样的武器？不，我们能制作更好的。哇，这里就是火山口，还有那边，应该就是巫师大人所说的湖水了吧？看不出有什么危险呀。哈哈，反正你别下去游泳就行。这里果然很热。好了，我们赶紧开始干活吧。火山口地面灼热，到处都冒着滚烫的白烟。在晴天的指挥下，族人们挥舞着石镐，开始挖掘工作。2个小时后，大家歇一会儿，我们再换其他地方试试。1个下午过去了，晴天他们又挖了2个大坑，却还是一无所获。大家别气馁，今晚大家好好休息休息，明天继续加油。是。夜晚，众人吃过东西后，围在篝火前制作新的石镐，一直忙到深夜，才算把今日消耗的石镐补齐。我们这次虽然带了足够的水，但保险起见，大家要记得收集露水，这样能补充消耗。没想到还能收集2个竹筒的粮，这足够1上午的消耗了。大家吃点东西就继续开工吧。恢复了体力的拉达族人们又开始热火朝天的忙碌起来。巫师大人，我挖到了一块很硬的东西，是不是黄铁矿啊？什么？我看看。哦，这不是铁，是一种叫火山石的石头，因孔隙多、质量轻，能浮于水面，又称为浮石。这种石头强度高，保温、隔热、吸音、防火。找到的话可以单独放到一旁。继续加油吧。
又没挖到黄铁矿，火山石倒是挖到不少。我用的是采点抽样法，能够迅速排查区域矿石种类。只要这火山口还有黄铁矿的存在，我们就一定能找到。第4天，石镐的哐哐声在火山口上此起彼伏，拉达族人仍旧坚持不懈地努力挖掘。一名族人奋力地抓起发白的石头，准备往旁边的渣土堆丢过去。又是火山石，真倒霉。等等，给我看看。石头上并没有细密的孔洞，表面有不易察觉的黄色。虽然和之前的黄铁矿在颜色上有很大的差异，但这入手的沉淀感……巫师大人，这到底是……大家继续挖，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底下应该就有黄铁矿。真的出黄铁矿来？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的挖呀！没错，这就是我们要的黄铁矿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挖出来了！挖了这么久，坑洞里的黄铁矿也不见枯竭，看来储量不少啊。这一次火山之行没有白来。这就是铁，虽然比普通石头要重些，但好像差别也不大呀。这还不能算是铁，铁在这些石头里面。里面什么都没有啊！徒手开矿，这也太狠了。石头里的铁矿需要用火提炼，不过在炼铁之前，确实得先把黄铁矿捣碎，这倒也没错。麻烦。第5天清晨，众人在晴天的指挥下搭起了高炉，开始炼铁。哦，这就是铁吗？哎，好黑呀！果然很硬。有了这玩意儿，我们就能制作出更加坚固的武器啦。没错，大家加把劲，争取今天把这批黄铁矿里的铁全都炼出来。铁制武器的制作需要反复捶打铁料，将其内的杂质给打出来。这里条件不允许，只能先把今天提炼的铁熔成铁镐铁铲，提升挖矿速度。等提炼到足够的铁，再运回部落，集众人之力锻造武器。提炼出来的铁矿放入容器，随着火焰升腾，铁块变得通红。艾鲁克斯的模具做得不错呀，幸好我有先见之明，把它也带来了。用石灰水做淬火介质，能够中和酸的成分，使腐蚀减缓，算不上最好，但总比清水好一些。而且铁镐而已，能用就行。第6天，有了铁镐铁铲之后，挖掘的效率提升了不止1倍啊！不过今天怎么回事？气温降得很快，在火山口附近都会感到寒冷。估计再过几天就要下雪了吧？啊，下雪？现在才10月中旬。哦，每次下雪前，天气都会突然变得寒冷，并且每次的雪都会很大，路都走不了。这些天开采的黄铁矿，加上已经提炼出来的铁，应该足够部落锻造武器了。唉，本来还想多带一些铁矿，完善营地的工具需求，现在看来是没时间了。大家收拾一下，把黄铁矿全部搬回去，明天我们就返程回家。第7天，众人整理好行李，踏上归途。在这种负载下，队伍速度很慢，估计后天下午才能回到营地。由于辎重太多，晴天一行人只能在森林里过夜。刚一坐下来休息，尼克拿着兽皮，兴奋地擦拭着手里的铁镐，仿佛在擦拭着某种稀世珍宝。真不知道用铁制作出的武器会是什么样子。是呀是呀，我也很期待。嘿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擦拭什么神器呢。是谁？给我滚出来！忽然，一旁警戒的卡塔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猛地站起身，紧握手中的铁铲。一声巨大的兽吼，庞大的黑影猛然扑出，卡塔挥舞着铁铲狠狠一砸，将迎面而来的黑影砸翻在地。汉平上！
众人这时才看清了袭击者的样子，那是一头体长近3米的剑齿虎。剑齿虎？不对，剑齿虎是绝对狩猎的动物。大家小心，还有别的剑齿虎！在晴天发出警告的同时，又一头剑齿虎从黑暗中出现。拉格纳高举木盾，试图挡住剑齿虎的巨爪，但被一巴掌拍得木盾碎裂。让我来！尼克挥舞铁镐冲上来，这头剑齿虎却不恋战，直接放弃到嘴边的猎物，转身逃走。与此同时，第3只老虎出现了。3只，有3只剑齿虎！卡塔手握铁铲，怒吼着挥斩，但剑齿虎身形忽然往下一压，在空中躲过了卡塔的铁铲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一根燃烧的火棍精准地砸中了老虎的脑袋。受创的剑齿虎迅速转身逃窜，几个闪身就消失在了丛林间。巫师大人厉害呀，操起火棍随手一扔就中了。大家小心，这些剑齿虎很聪明，不好对付。大家都拿起武器，不能放松。另一边，憨皮与剑齿虎缠斗在一起，2大庞然巨兽互相撕咬，咆哮怒吼声不绝于耳。憨皮跟剑齿虎缠在一起，很难靠近帮忙，而且我们还得提防另外2只剑齿虎。剑齿虎不愧是顶级猎食者，狡猾谨慎，一旦我们露出任何破绽，将会受到致命的攻击。此事不开挂，更待何时？这时，卡塔的手掌一个没抓稳，铁铲竟然跌落在地。完了，我刚才太紧张，手抖了一下没抓稳。就在卡塔失神的瞬间，守候多时的剑齿虎再次从黑暗中扑出。早有准备的卡塔顺势翻滚，捡起铁铲的同时，迅猛地朝着剑齿虎身后砸过去。哈哈，你爷爷我怎么会手抖？听从大地之灵的召唤，给我去死吧！剑齿虎咆哮着试图逃走，但此时其他族人也围上来了，几面木盾狠狠地撞过来，将剑齿虎困在原地。紧随着砰然一声巨响，卡塔挥舞铁铲，狠狠打在剑齿虎身上，将它抽飞出去。趁你病要你命，追！不能放走它。这只交给我。但还没等卡塔等人解决掉那只受伤的剑齿虎，又是一道庞大的阴影咆哮着跃出。四只，竟然还有1只老虎！宿主接收天赋完毕。天赋：猫的反应。时间就像静止了一样，连剑齿虎口中飞溅的口水都看得清清楚楚。那就来吧，启动天赋迅捷猎豹。天赋加持下，晴天如闪电般刺入战场，一个滑铲，手中匕首当场将剑齿虎开膛破肚。卡塔挥舞铁铲，也狠狠砸翻了对手。尼克还在缠斗，只见寒光一闪，凶猛的剑齿虎已经被晴天一击斩杀。好厉害！不愧是巫师大人，好快的速度和反应！原来这才是巫师大人的真正实力吗？他之前对我果然留手了。天赋铁甲后效真是巨大，只维持了短短几秒就已经头昏脑胀了。巫师大人，我们去帮帮憨皮吧。等等，先别动手，我围在旁边，有需要再帮忙。憨皮这家伙自尊心还挺强，竟然说要独自干死这只剑齿虎。太好了，我们赢了！巫师大人万岁！第8天，众人继续朝着营地进发，直到夜幕降临，在沙雕的指引下，留守营地的宋帕才带人支援过来。在第9天的凌晨，出发寻找黄铁矿的探索队伍终于回到了营地。睡了10几个小时，腰酸背痛，
看来我们去火山这几天，营地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呀。先去厨房找点好吃的。巫师大人，你好。随着营地的日益改善，景天在拉达族人的心目中威望也不断上涨，大部分人都对他极为尊敬。景天，你醒了。剑齿虎，怪不得憨皮身上有那么多伤口，还好上次我们没有遇到。说明我们运气还是不错的。对了，营地的升级进度怎么样了？设计图中规划大部分都已经修好，剩下的功能区，族人们也是日夜赶工，很快就能竣工。至于水果罐头的制作，在你们离开后的第3天中午就完成了。主要是菠萝和葡萄已经消耗完了，不过我们还在继续收集其他过冬食物。维路每天都会带队出海打鱼，怕从他们在竹林里发现的野鸡，像圈养野猪一样把它们圈养了起来。做得很好。对了，从今天下午开始，除了负责食物的小队之外，让其他所有族人先放下手上的工作吧。为什么要停下？是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吗？我们要开始制作武器了。次日清晨，拉达族人正在建造高炉，一块块石砖正在交替着垒砌。这次建造的高炉和之前相比，多了个池子呢。这是炒铁池。景天，你是要炼钢？没错。巫师大人，请问什么是炒铁？就是将生铁转化成熟铁。铁还分生熟？难道跟做饭一样？生铁、熟铁和钢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，都是铁，但它们之间含碳量不同，含碳量越高，硬度越高。生铁最硬，钢其次，熟铁垫底。武器不是越硬越好吗？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用生铁来做武器？生铁易脆，容易折断；熟铁柔软，可塑性强，但是容易变形。而钢具有两者的优点，所以才是我们的最好选择。不过，我们没办法确定铁水中的含碳量，怎么炼钢啊？当然是灌钢法。随着高炉温度提升，金黄色的炽热铁水缓缓流出。你们注意着点儿，可别溅到自己身上。灌钢铁法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，是将熟铁和生铁按照一定比例熔炼制得钢铁的一种炼钢技术。随后经过一代代先贤的改进，一共诞生了3种能够稳定出钢的熔炼方法。第一种，南北朝时期出现的生铁浸入法，其做法是将生铁倒入熟铁中，待冷却之后熔炼捶打，使其成钢。第二种，宋代改进的生铁覆盖法，将生铁镶嵌于熟铁片之间，然后封炉烧炼。第三种，由明代工匠改进的生铁浇淋法，又称苏钢法，也是我现在所用的方法。这种方法相对要难操作些，是将熟铁块置于高炉内，将生铁片置于炉口，将生铁片融化后均匀地淋到熟铁块上。不过受限于技艺和建材的问题，古人那种直接在高炉内淋铁的做法难以实现。我们将其分成了2个步骤，先在高炉外给熟铁淋上生铁水，脱模后再送进高炉内锻造。这么做虽然麻烦了些，但好在效果是一样的。正当晴天忙着炼钢的时候，叶琳跟杰西卡也在厨房里制作刀鞘和刀柄。过程中需要将竹片裁成竹片，然后爆平，再用鱼胶将竹片贴紧。这其中制作鱼鳔胶是最为麻烦的，需要将熬制稀烂的鱼鳔放于案板上锤成浆糊，在反复捶打后用纱布包好，挤出鱼胶。此时在高炉中的火焰炙烤下，钢块被烧得通红，散发着惊人的高温。尼克，时机到了，把钢块拿出来。拉格纳，你们做好准备。炼制武器是部落的头等大事，许多人都围过来观看。锤上去！拉格纳和卡塔抡起手中的铁锤，奋力砸了过去。随着哐当哐当的巨响，通红的钢块在敲击中星火四溅，不断变形。哇，快看，变形了！好像有什么东西脱落了。
矮炼成钢，灌钢法炼出的钢含有少量杂质，还需要通过捶打的方式进一步出擦。那要锤多少下呢？大概100-200锤吧。100-200锤？啊，你们累了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会儿，只要总数达到大概150锤吧。这倒是应该能做到。人力无法除掉所有杂质，等到达一定限度后，再打下去也是浪费时间。好了，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。那接下来就该开始打造武器了吧？我刚才说的都记住了吧？都记住了。艾鲁克斯用铁钳夹出高炉里通红的铁块，之后将铁块切开一道口子，加入铁块中，接着用锤子敲打，使铁块将钢片包裹，最后是送回高炉重新加热。起火，加大风力。等到2次熔炼之后，再将成型的钢铁打出刀身。艾鲁克斯不愧为部落的工匠，第一次上手就能打出这么完美的刀身。最后一个步骤，将粘土、碳粉和铁粉配备成淬火土，铺抹在刀身上。巫师大人，这泥土也能让武器变得更厉害吗？在淬火的时候，刀刃极具冷却，会变得无比坚硬，但韧性不足。覆土的刀身冷却速度慢，锻造出的刀不仅坚硬，刀背的韧性还能在交战的时候起到缓冲力道的作用，使得刀身不易折断。用铁块包裹钢块的包钢法，能够保证刀刃锐利刚硬的同时，刀身强韧不易折断。再加上覆土烧刀的淬火法，进一步的加强了刀刃和刀身的属性。巫师大人，我完成了。用这种办法打造出来的刚柔并济的武器，便是中国刀器史上的巅峰——唐衡刀。这一回，该轮到海盗们担心自己的武器了。听好了，这并非是真的开战，只是为了检验唐衡刀的切磋而已。记住，点到即止，不得伤人。说起来，我们很久没有比试过了。有了巫师大人锻造出来的新武器，这次我一定能赢你。话音刚落，两人同时朝着对方冲去，刀剑碰撞，激烈的缠斗起来。哇，这么激烈的打斗，感觉好危险啊！放心吧，尼克他们会有分寸的。受伤也没事，医疗箱里有止血药剂，正好还可以试试我新研发的包扎手法。喂，这可不是让你练手的。不知道尼克这一次能不能赢？算上这次，已经是尼克和卡塔的第3次对决了吧？两个人都好强啊！如果你只以为我只会用枪，而选择与我近战，那你就错了，尼克。无论你用的是什么，我都坚信我能赢。这是巫师大人赐予我的力量。刀与剑最后一次猛烈碰撞，卡塔手中的长剑断裂，胜负已分。尼克姐姐真的赢了！难以置信，卡塔手中的长剑竟然断了。不是卡塔变弱了，而是巫师大人打造的武器太强。要是你用长枪的话，或许结果就不一样了。算了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你也没有使用你趁手的武器，况且战场上可没有输过。很精彩的对决，你们的实力都很强。巫师大人，你们两人把手中的武器给我看看。果然，维京海盗的武器都是用生铁做的，毫无韧性可言，根本没办法和唐衡刀硬碰硬。但这种情况仅限于刀剑的范围内，像斧子一类的大型武器，两边的结果应该都差不多。现在我们部落里应该属尼克最强了吧？不对，应该是巫师大人。巫师大人一瞬间就杀死了2只剑齿虎，竟然这么厉害！好想看看巫师大人和尼克对决呀！跟尼克对决吗？或许可以试一试。巫师大人，尼克可是刚刚打败了卡塔呀。我也想检验一下唐刀的实际作战能力。若是之前，我可不敢挑战尼克，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有了猫的反应，
我至少有自保的能力，甚至取得胜利。尼克，到时候你不用有所顾忌，保持和卡塔对战时的状态就行。是。既然巫师大人决定了，所有人后退。用不着那么麻烦，就这片空地就行。大家不要吵闹，就听巫师大人的。尼克，先去休息一下吧，恢复一下体力，我们公平对决。好的。片刻后，尼克手握一双铁质匕首，目光凛冽，踏入圈定的决斗场。尼克手中匕首泛着寒光，灵气逼人，这就是面对强者的感觉吗？唉，我大意了，不该找他来测试自己的战力啊。巫师大人，尼克要上了。来吧。进入战斗状态的尼克，转眼间匕首已经横在晴天身前，这是真正的生死搏杀。开启天赋，猫的反应。太快了，如果没有天赋加持，恐怕我现在已经倒下了。尼克，太强了。在天赋的加持下，尼克的匕首落空，反而是晴天闪到尼克身旁，速度之快，没有人能看清他的动作。哇，好快！这就是巫师大人真正的实力。从战斗实力上来说，如果尼克算是已然长大的成人，那我顶多就是蹒跚学步的婴儿，根本没有任何战斗技巧可言。要不是有天赋加持，我早就原地去世800次了。卡塔，你看见了吗？巫师大人的速度，尼克根本比不上。看来巫师大人是有意在磨练尼克。如果巫师大人一直保持如此高速的话，尼克不是对手。尼克加油，不要输得太难看。哇，原来晴天这么强悍，太帅了！尼克加油！尼克加油！喂，你们到底是哪边的？我基础不扎实，挥刀过急，以至于力气没有完全凝聚于刀刃上。我能将全身的力量凝聚于刀刃，那结果就不是唐横刀被弹开，而是尼克被击退了。怎么才能做到这种程度？迅捷猎豹，先发制人。天赋加持下，晴天朝着尼克笔直扑过去，而就在尼克准备抵挡的瞬间，晴天身形消失。这是石头，好快！但就晴天挥刀奠定胜局之时，却在这片刻的停顿，尼克消失了。我操，人呢？你看，刚才巫师大人只需要轻轻一挥刀，战斗就结束了，可巫师大人偏偏停下来，给了尼克逃脱的机会。巫师大人这是故意留手了呀！拜托你们两个停止脑补！这场对决真是太精彩了，眼睛都有点跟不上两人的速度。在众人瞩目下，晴天跟尼克两人十分默契地朝着对方冲去。是分出胜负的时候了，迅捷猎豹，猫的反应。两人相遇，刀剑交错，众人只见到寒光闪过，断裂的匕首插在地上，晴天则握着完好无损的唐横刀，胜负已分。尼克输了。精彩的对决，巫师大人太厉害了！哈哈，侥幸而已。恭喜巫师大人取得胜利。那么，巫师大人打算什么时候和尼克举办婚礼呢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晴天，尼克，婚礼？哎呀，择日不如撞日。那么，就算在今天吧，我们去给巫师大人准备一场盛大的婚礼。等等，这什么情况？我怎么就和尼克有婚礼了？巫师大人不知道。在我们拉达部落，男子对女子发起挑战，被视为求婚。刚才巫师大人已经在所有人的见证下完成了求婚挑战。
我只是普通的挑战，根本没这个意思。更何况，尼克什么都还没答应过呢。怪不得尼克刚才的反应有些奇怪。拉达族人都以服侍巫神为荣，巫师大人等同于巫神。尼克刚才没有拒绝，就已经是表示同意了。这个，那个，哎，那这个求婚能不能取消？巫师大人好像不太愿意。啊！但是尼克已经很优秀了，如果连他都配不上巫师大人，竟然还有这种规矩！晴天要和尼克结婚了，结婚了。巫师大人，您是觉得尼克不够资格？不是这个问题，好吧？那边两个都已经快要打起来了，再加一个，那岂不是后院起火？尼克明白了，我没有资格成为巫师大人的妻子。那么，我马上就离开部落。啊？离开？怎么会呢？刚才巫师大人只是……父亲，你不用再说了，是尼克配不上巫师大人，我会遵从部落的规矩离开。哎，等等，怎么又往奇怪的方向发展了？尼克要离开部落了。果然，巫师大人觉得尼克还不够资格。唉，可刚才巫师大人不是还挑战尼克吗？被巫师抛弃的人绝对不能留在部落里，否则的话，定然会招来灾祸。我去，这啥规定啊？巫师大人不愿履行婚约，这就相当于尼克被巫师大人抛弃了，也就是被巫神抛弃了。所以按照我们部落的规矩，这，大家放心，巫师大人并没有说尼克没有侍奉巫师大人的资格，只是巫师大人为了保持和巫神沟通的巫力，每3年才能娶一名妻子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因此，从今年开始算起，巫师大人还得过2年的时间才能娶一名妻子。变，你接着变。所以，巫师大人是担心让尼克等太久了，才会犹豫的。这是真的吗？不是巫师大人不要尼克？当然是真的。尼克这么可爱，巫师大人怎么会不喜欢呢？喂，这发展不对吧？对吧，巫师大人？还是说，你想让尼克离开部落？啊，这个对，是这样的。先蒙混过关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。在确定了尼克不会被逐出部落之后，围观众人终于散去。怎么样，高兴吗？我觉得可以有个奖励。在杰西卡身后是叶灵充满杀气的眼神。别，先见着吧，我还想多活几年呢。没事，我先走了，画设计图去。赶紧撤，再留下来，这2个人迟早会撕了我。对了，尼克以后要不要也搬到山洞里跟我们一起住啊？不要。接下来几天，艾鲁克斯一直在为大伙儿打制兵器。为了抵御即将到来的严寒，叶灵又组织人手做御寒的毛皮寿衣。几天后，哦，这就是雪吗？作为一个南方人，我从小就想看雪，没想到第一次竟然是在这荒岛上。巫师大人，就在晴天观赏雪景的时候，换上了一身寿袍的尼克忽然走过来。巫师大人，你起来了？尼克，你也这么早？下雪了呢。是啊，他美不是吗？尼克不喜欢下雪，下雪后动物们都躲藏起来，食物就更难找了。说的也是，不过这次我们准备了充足的食物，还有提前缝制的寿衣，都是多亏了巫师大人。呵呵，你们2个一大早就在这里谈情说爱，也不怕我们2个嫉妒吗？我们不是，我们没有。杰西卡姐姐，不是这样的，
我开玩笑的。尼克，你脸都红了，还想狡辩？下雪喽，下雪喽！我们当雪人吧。往年如同催命符的严寒，此时却因为晴天的改变，连小孩都能在雪中尽情嬉闹。拉达部落的冬天从未如此的平静。这样好像也不行，有点麻烦呢。我去，这也太冰了吧！这一大口冰水灌下去，整个人都冷静了。我想想，或许可以做个保温壶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得先把火绳枪和车床的设计图先搞好。虽然武器得到了大幅提升，比维京海盗略胜一筹，但海盗人数众多，正面交战胜算渺茫。唯有这火绳枪制作出来，才能有一战之力。火绳枪的杀伤力可能连弓箭都比不上，但胜在一个快字。子弹的速度与人类的反应能力根本不可能躲开，而且制作简单，容易上手。单凭手工技艺来制作枪管是不可能的，必须要依靠车床。车床的零件以现在的条件根本无法制作，只能想方设法调整设计图，用其他办法进行组合替换。现在还差最后一步。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我去，这么大雪！以前在广城经常被妖风吹成傻逼，没想到在这里也能遇到，还更冷了。哇，这雪也太大了，半分钟的路程，身上就已经是白花花一片了。迎着风雪，晴天来到厨房，刚推开门，一股浓烟呛出，立时遮蔽了他的视线。这什么情况？巫师大人，晴天，快把门关上！拉格纳，让一让，我受不了了！一大群人聚在火盆旁烤火取暖，厨房内浓烟密布，众人眼睛都熏得睁不开了，两眼通红。你们这是被烟熏的？实在是太冷了，大家只好在屋内烤火。晴天，我要抱抱。没想到还未入冬就这么冷，等到了12月份还得了？看样子，我们得开始制作木炭了。巫师大人，木炭是什么呀？这用木炭就不会被烟熏了？木炭由木头隔绝空气闷烧而成，但木炭燃烧散发的热量比木头高，并且燃烧时只有少量的烟。哇，那真是太好了！以后取暖就不用被烟熏了。哇，真不愧是巫师大人，什么都知道。对了，现在天气这么冷，也不知道憨皮他们怎么样了。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好啊，一起。难道憨皮这是冬眠了？熊猫不会冬眠吧？不过憨皮是屎熊猫，生活习性有所不同，也不奇怪。算了，看样子憨皮和沙雕他们早就习惯了这种程度的寒冷。没错，看憨皮这样子，至少能睡上1个月。第二天早上，雪依然在下。来，大家分为2波，一波负责建造炭窑，一波负责将木头砍成2指大小。好了，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大伙儿把劈好的柴放进炭窑里，然后封口点火。火候差不多了，把出烟口堵上。巫师大人，就这样封闭起来一直烧，里面的木头就会变成您说的那个什么木炭了。根据木头含水量的不同，需要焖烧的时间也不一样。像营地里这些木头，大概到明天应该就能全部变成木炭。艾鲁克斯，你跟我来，我让你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东西。好的，巫师大人。这是你要制枪？枪？卡塔用的那种吗？我们要做的是一种火枪，一种与弓箭类似，却比弓箭强横10倍的武器。比弓箭强10倍？巫师大人，从图纸上看，好像结构也不是很复杂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它杀伤力在哪儿呢？
这里还差了2样东西，子弹和火药。子弹和火药，原来如此。你知道？不知道。巫师大人，你是想让我把这叫火枪的东西做出来？是的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为了能打造出笔直光滑的枪筒，我们还得先造车床。我们这是一口气跨越了上千年，要步入蒸汽时代了。既然有了铁，我们当然是要大跃进一下了。这车床对零件精度要求很高，模板得十分精细才行。艾鲁克斯肯定需要帮手，最好找一个心灵手巧的人。行了行了，这人不就是你吗？我明白了，这设计，这结构也太巧妙了吧！真是太厉害了，巫师大人，您简直就是工匠之神呀！也没那么夸张了。艾鲁克斯，你都弄懂了吗？没有，还差得远呢。我要再好好研究研究。没关系，你可以把图纸拿回去慢慢看，只要你能把单个部件都制作出来就行。这没问题。第3天，众人聚集在炭窑前，等待着传说中的木炭。应该差不多了，把进柴口打开吧。哇，好热！现在里面温度还很高，大家先等一等，温度降低了一些再进去。快看快看，新鲜出炉的木炭来了！这就是木炭，看上去和没烧完的木头一样。也不太一样，这个表面很光滑，很硬。大家可以点燃试试，不过需要注意，木炭需要烧红，剩下的部分即便没有火焰，也会缓慢燃烧殆尽。好暖和，而且真的连一点烟都没有。有了这个，我们就能安心的在屋里取暖了。大家记得要给门窗留点缝，不然木炭燃烧所产生的某种邪祟，达到一定浓度后，可是会让人毒发身亡的。说一氧化碳他们也不懂，这样他们反而会更加重视一些。木炭的烧制成功后，众人把烧好的木炭搬往储存室，准备开始第2次烧制。木工房内，叶灵用圆规和尺子在模具上画出开模线，艾鲁克斯则是拿着刻刀雕刻。2人全神贯注，完全没有察觉到晴天的到来。这2个人还真够认真的。既然这样，我就不打扰他们了。我也不能闲着。卡塔、拉格纳、阿鲁巴，你们3个过来。巫师大人，您找我们有事儿？我们来造点小猪猪吧。工匠房的烟囱冒着浓烟，拉达族人们将高炉中融化的铁水倒在模具上，铁汁平铺开来，冷却之后不断敲击捶打，变成一块长方形的薄铁片。忙活了1个上午，总算搞定了3个。巫师大人，我们这是要干什么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熔炼的铁水倒进了一个布满正方体小坑的新模具里，等到铁水凝固后，方形小铁块又被倒入铁桶，几名族人摇着手把，铁桶飞快地旋转了起来。巫师大人，我们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？当然是子弹。火枪的子弹比弓箭还要强10倍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当然，不过10倍，应该还不止呢。这玩意儿真的有这么厉害？如果有了这火枪，我们就能杀死海盗，为死去的族人报仇了吧？只要造出火枪，我们对上海盗的胜算能上升1大截。果然和我预想的差不多，良品率有点低啊，看来还是需要数量取胜。大家加把劲，我们还要多备些子弹才行。不好，大家把巫师大人的巫具都搬进去，小心点，千万不要弄坏了。这么多天，实验室终于完成了。在这些试剂瓶和实验药剂的衬托下，这实验室还真有点科技种地的意思。
巫师大人，营地的建设已经全部完成了，接下来我们该干点什么呢？接下来几天大家就好好休息休息吧，睡个懒觉，看看风景，散散步，或者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寻找食物，修建营地，抵御寒冬。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着，现在事情做完了，估计大家都有些迷茫吧。休息，睡觉。散步。巫师大人，您是说我们不用工作了，想干什么都行？是的。哦，太好了！我早就想去营地周边逛逛了。哎，我也想去，加我一个。我要美美的睡上1天1夜，然后用神之眼好好看看天上的星星。大家就好好给自己放个假吧，准备迎接后面更残酷的战斗。夜晚，风雪更加猛烈，营地一片漆黑。但就在这时，营地周围忽然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狼啸声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是狼。从声音来看，至少有20几头，而且离营地不远。我出去看看。巫师大人，你们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个时候他们怎么会出现？啊，又是冬季兽潮。听声音，他们好像离这里很近。有巫师大人在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冬季兽潮，以往的冬天你们也遇到过这种事吗？往年一到冬天，这些野兽就会异常活跃，但数量不多，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狼群。说起来，今年的冬天比以往要冷得多。也许是严寒导致狼群无食可吃，他们只好全体出动，冒死袭击我们的营地了。如果真如杰西卡所说，那将会是一场灾难，不能坐以待毙。尼克、卡塔，你们几个跟我走，无论如何不能让狼群接近营地。松帕组长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我绝对会守好营地。今天你们要小心。事不宜迟，准备好兵器，晴天一行人迅速冲出了营地，径直向狼啸传来的方向冲过去。卡塔和哈尼尼克两人拥有超强的战斗力，拉格纳和波库玛也是经验丰富的战士，再加上钢铁兵器的加持，我们一定能击退狼群。嘘，大家轻点，距离很近了。等等，停下来！这是剑齿虎的叫声。巫师大人，快看那边！众人伏于灌木丛之后，在他们前方，狼群与剑齿虎两群凶兽剑拔弩张地对峙着。这两群野兽竟然打起来了！真希望他们互相残杀而死，这样我们就不用自己动手了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巫师大人说的什么争什么利？应该就是拉格纳说的意思。这么理解也没错。快看，要开始了！最先发起攻击的是剑齿虎，咆哮着齐齐朝着狼群扑去。群狼也不示弱，在为首头狼的带领下，毫不示弱地亮出利爪尖牙。两群凶兽悍然碰撞，剑齿虎的力量显然更强，不断有野狼被拍倒在地，身上尽是触目惊心的抓痕。但哪怕野狼受到重创，依然是爬着朝剑齿虎咬去，不死不休。混乱的战局中，一只青黑色的头狼极其凶悍地闯入战场，给几头剑齿虎留下伤口，刺激得他们凶性大发，咆哮连连，却对这头狼毫无办法，几次扑击都被他灵敏地躲过。哇，那只黑狼好厉害，竟然能够单独缠住几头剑齿虎，每次动手都能给他们留下伤口。即使是我，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杀他，但狼群还是要输，平均实力相差太多，即使有一只强悍的头狼，恐怕也于事无补。而且后面有几条狼没有参战，他们围在一起，
是在守护什么吗？那几条狼再不参战，狼群一定会溃败。剑齿虎太强了，这样可不行。我们今天要的是2败俱伤，这样才能从中获利。现在这单方面碾压的局面，剩下的剑齿虎只会更加危险。准备支援狼群。是。就在剑齿虎占据上风，即将奠定胜局之时，黑暗处3支利剑迎风呼啸而来，精准地撕开剑齿虎的皮肉。剑齿虎发出一阵疼痛的咆哮，群狼抓住机会立时反扑，攻守之势逆转。巫师大人，知道您武艺高强，没想到射箭技术也这么精湛。这个距离竟然能够避开狼群，精准命中剑齿虎，太厉害了！哈哈哈，还好还好，你们几个才是真正的牛逼 plus。我这靠人马赐福才能办到的事，你们仅凭人力就做到了。在晴天跟拉达族人的帮助下，战局被逆转。狼群虽然伤痕累累，但头狼依旧气势汹涌，血流不止的状态下，一双眼眸狠狠地盯着前方的剑齿虎。死伤大半的剑齿虎同样不甘示弱，凶猛地咆哮着，没有丝毫后退的意思。巫师大人，差不多该我们上场了吧？我觉得还可以再等等，不急。好吧。就在剑齿虎逐渐落入下风之际，似乎是明白了自己没有退路，剑齿虎怒吼着咆哮，向着狼群再一次发起冲锋。狼群薄弱的防线瞬间被撕开，2只剑齿虎扑到后方留守的母狼面前，受到威胁的母狼慌忙着起身，暴露着他们身后守护的东西。是狼崽，他们没有参战，是为了守护狼崽。竟然是狼崽，情况有变，立即动手。在看到狼崽的瞬间，晴天当即做出决断，手握唐横刀，一马当先冲了出去。而虚弱的母狼根本招架不住剑齿虎，纷纷被打翻在地。前面厮杀的狼群还来不及救援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剑齿虎朝着脆弱的狼崽扑过去。千钧一发，一道青黑色的身影犹如鬼魅，拦在了剑齿虎面前。那是狼群的头狼。剑齿虎气势汹汹地扑过来，利爪落在了头狼身上。黑狼被撕得鲜血淋漓，但他已经成功拖延了时间。其他狼群已经赶回来支援，双方再次爆发惨烈的厮杀。被撕裂阵型的狼群已经无法阻挡剑齿虎的冲击。就在他们即将溃败之际，忽然一根长枪破空而来，毫无征兆地洞穿了剑齿虎的头颅，将他钉死在雪地上。晴天跟尼克也加入了战场，铁质武器在这一刻发挥了巨大杀伤力，能够阻挡野狼的坚韧皮肉在铁刃的切割下如同纸糊。好一把全铁长枪，真是太合我的胃口了。长枪根据枪杆的不同划分为软枪和硬枪。软枪枪身柔软，能在格挡的时候起到缓冲泄力的作用。在这荒岛上缺乏强韧的材料，所以我才让艾鲁克斯给卡塔打造了长枪。虽说柔软度不够，却力大势沉，破坏力远超原来的软枪，跟他的战斗风格倒是再搭配不过了。我这双钢铁匕首也很锋利。还有我这盾牌，重是重了点，但防御能力比起纯木质盾牌强了10倍不止呢。看来大家对新武器都很满意，这几天的工作没有白费啊。在最后一头剑齿虎被干掉之后，狼群警惕地盯着这群贸然现身的人类，目光凶狠，仿佛晴天等人只要再靠近一步，他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扑上来。啊！现在怎么办？还要追击那些野狼吗？算了，跟他们再打一场，收益也不大。现在的狼群已经失去对营地的威胁，打扫战场，我们回去。在晴天的命令下，其他几人纷纷收起了武器，开始打扫战场，收拾剑齿虎的尸体。
这些尸体，无论是皮毛还是血肉，在冬季都是弥足珍贵的物资。似乎是察觉到了晴天他们没有恶意，随时准备进攻的狼群也退出了战斗的姿态。虽然他们有些迷茫，无法理解这群人类为什么会放弃攻击。巫使大人很善良呢。我，哈哈，我可不善良。可是巫使大人放走了狼群，我们明明可以。巫使大人是想保护那些狼崽才冲出去的吧？我只是为了生态平衡，食物链平衡。这一次，如果不是有狼群阻挡，或许我们要面对的可能是剑齿虎的威胁，那将是更加危险的局面。无尽的索取会让大地之灵愤怒。原来巫使大人已经算计到了这些，实在太厉害了。食物链平衡的事情还太遥远，其实放狼归山终究后患无穷。从理性上来说，将野狼全部杀死才是最正确的做法。毕竟这一次狼群出现在营地附近，就会有下一次。算了，就任性这一回吧。山坳上，狼群拖着负伤而疲惫的身躯开始撤退，而那头黑色的头狼还屹立在高处，注视着晴天他们离开的背影。巫使大人他们回来了。晴天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并且还是满载而归。看到晴天安然无恙返回，叶琳跟杰西卡这才松了口气，然后就看到他们带回来的野狼和剑齿虎的尸体。哇，是剑齿虎啊！可惜没有活着的。哼哼，活的给你，你敢要吗？你还想当宠物养啊？好了，今天算是虚惊一场，但也给我们提了个醒。野狼和剑齿虎原本都是在平原那边活动的，现在看来，他们已经穿越森林来到了这边。和森林比起来，平原的食物本就要少得多。下雪之后，大部分动物都躲起来了，它们猎食苦难，长途跋涉转移位置也很正常。随着天气越来越冷，类似的情况也会越来越频繁。我建议，这段时间大家都不要轻易外出了。我赞成。按目前的食物储备，即使不出去，撑过冬季也没有问题。好吧，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封锁营地，并挑出一些人手昼夜驻守，以免被野兽偷袭。是，都听巫师大人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大家无所事事，众人除了吃就是睡，除了睡就是吃，又不能离开营地，逐渐都变得慵懒起来。唉，好无聊呀！是呀，谁说不是呢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待多久。无聊，不如我们来比划比划。我们开玩笑的。是呀，怎么会无聊呢？这辈子都不可能无聊的。我忽然想起来，还有很多事情没做。耶，终于完成了！车床的模具都做好了？是的，我们可是提前完成的。太好了，拉格纳、阿巴鲁、卡塔，快点召集大家，我们要大干一场了。营地里，众人利用模具浇筑零部件，在冰天雪地里卷起滚滚浓烟。浇筑好的零部件组装到车床主体上，之后用铁水浇灌在组装成型的蒸汽锅炉的缝隙处，之后不断捶打，使其密闭。最后是蒸汽锅炉的动力机构，与车床的传动机构连接在一起。一系列工序之后，一台完整的车床出现在了大家面前。这是什么巫具啊？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原来这些地方是这样连接的，真是太精妙了。蒸汽机床的诞生，在这荒岛上，绝对有着跨时代的意义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点火！锅炉底部燃起火焰，随着柴火燃烧，蒸汽喷发，机床开始传出震动起来，传出巨响。晴天拉动离合开关，传动轴的齿轮和锅炉的动力飞轮咬合，机床上固定物料的圆形卡盘开始旋转起来。快看，动起来了！
自己动起来了。好神奇，这就是巫师大人的神器吗？万幸，成功转起来了。不过，听声音，运行起来还是会有些不流畅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以现在的条件，做出的零件多少会有些偏差。别吹毛求疵了，这样应该就能投入使用了。艾鲁克斯抱着一根粗壮的木头，将它固定在了卡盘上，跟随卡盘转动。木头遇到车刀的那一刻，木屑纷飞，很快就小了一圈。哇，大木头变成了笔直的木条，就像变魔术一样。巫师大人，完成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很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枪管吧。大费周章造成车床，其实就是为了这么一根棍子。没办法，人的技艺再精湛，也无法消除完全笔直均匀的细木。将细木放入竹筒中心，然后填充泥料，打实烧制。再次用泥料填充竹筒，留出中间柱体空隙，再将泥棒放入，倒入铁汁，这样就铸成了内部光滑圆润的铁管。接下来，将车刀换成钻石，打磨外观。用钻石当车刀，还真是奢侈呢。物尽其用嘛。反正在岛上，这些钻石也不值钱。好了，所有零件都已经制作完成，只需最后的组装。完成了。巫师大人，这就是那什么枪吗？没错，这就是我们对付海盗的秘密武器。我们跟维京海盗的人数差距，能不能扭转乾坤，就看他的表现了。你们仔细看好，弹药填装需要将火药倒入枪管中，用通条将火药打实，再放入铁珠，最后在引口处填满火药。扣动扳机时，火绳引燃枪管内的火药，从而发射子弹。天赋开启，人马赐福。宿主制作火绳枪，获得5000积分。砰然一声巨响，全场寂静，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那个被子弹贯穿的标靶。太厉害了！这就是名为火绳枪的巫具吗？连盾牌都被击穿了。哇，雷鸣般的声音，这威力比弓箭强了10倍不止吧？那是火焰的力量吗？那爆发的火焰，看不见，根本看不见子弹的轨迹，速度太快了，就算是我，这种速度，就算是有能挡下子弹的盾牌，也来不及反应吧？当初那群造访部落的士兵身上所佩戴的棍状物，就是类似火绳枪一样的东西吧？还好当时没有和他们发生冲突。好了，大家都看清楚火绳枪的制作方法了吧？接下来，大家听从艾鲁克斯的指挥，一起来制作火绳枪吧，越多越好。是，巫师大人。虽然这次奖励丰厚，但以现在的积分来说，想要兑换天赋还是不够的，看能不能兑换点有用的资料。海盗将至，能多准备些手段，获胜的几率就大一些。先看看神秘商品界面吧，也许会有什么打折的好东西。干，系统你格局小了呀！哎，算了，就这个吧。野外陷阱大全，需求3000积分。宿主兑换商品成功，商品开始下发，宿主接收成功。感觉就像脑袋被锤了好几下一样，真累。虽然铁质武器和火绳枪抹消了维京海盗的武器优势，但这还不够，必须充分发挥另外一个优势——地利，将其变成压死海盗这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火绳枪的制作工期很赶，就算是大雪漫天，大家也不愿停下，争分夺秒地继续工作。晴天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也没什么。我看你一个人在山洞里待着，大半天都没有动静，就进来看看。哟，这些纸团是……嘿嘿，有什么个人需求需要我帮你吗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开玩笑的啦。
这些图纸，你这是在设计陷阱？那不然呢？等白雾一消散，海盗肯定会穿越沼泽地过来搜寻我们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就在那里将他们一举歼灭。真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，发起狠来都这么 man。别闹。对了，叶林他们的踏雪板做的怎么样了？我来就是为了跟你说这个，跟我过来。这简直是太神奇了！艾比艾露竟然站在了雪上。雪是真的，这就是被称作踏雪板的武器，看起来似乎还可以。这是因为踏雪板增加了受力面积，分摊了身体的重量，减轻了压强，人自然就不会陷进积雪里了。这踏雪板是考虑到冬季作战，特意让叶林制作的，现在看来还不错。巫师大人，你们都试过了吗？还没有呢，接着让我来试试吧。一名族人自告奋勇地穿上踏雪板，但刚一走动，两脚都陷入了雪地。巫师大人，我好像把您的巫具搞坏了。哼，没事，这都是正常的。每个人体重不一样，需要的受力面积也会不一样。所以我才找他们3个体重比较悬殊的过来试试。卡塔，你陷进去更深了。滚！到时候按照重量的不同，做3到4种尺寸的应该就差不多了。没问题。第二天，除了制枪以外，大家又多了一个新任务：造踏雪板。时间到了11月中旬，营地库房里堆满了这段时间制造的成品。终于完成了，76支火绳枪，装备能上战场的30人也绰绰有余了。但火药的储备不足，每个人只能打几发子弹，体验装填弹和开枪的感觉。转眼时间到了11月底，晴天，到时候回来想吃什么？只要是你做的都行。这还用问吗？大餐大餐，肯定是大餐。一定要平安回来。要是你没回来，我就带着叶灵去找你。放心吧，根据之前的计算，11月底、12月初，沼泽地的白雾就会消失。海盗一发现这情况，就一定会带人马过来。也就是说，最多不超过10天，我们便会再次相遇。决一死战的时刻到了。经过一番艰难跋涉，晴天一行人终于抵达了沼泽地的边缘。沙雕一直盘旋在空中，给他们指引方位。总算到了。不过外面已经冻雪凝冰，沼泽地里面竟然温度这么高。这里一向如此，不论是什么时候。大家先简单的休息一下，半个小时后开始搭建营地。为了避免突然跟海盗遭遇，晴天等人还是退回到森林中，砍伐树木，随后寻找了一个较为干燥的地方，开始搭建帐篷作为临时营地。帐篷结构简单，只需要搭建好骨架，然后披上兽皮即可。入夜后，临时营地升起篝火，众人围在篝火边上取暖，开始烹饪食物。晴天也抓住这个机会，展开一张简易地图，开始给众人布置任务。卡塔，明天你带领10名族人前往指定的地点布置陷落式陷阱。好。拉格纳，明天你们砍伐树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尽量到远离陷阱的地方砍伐。另外，不要在同一个地方砍太多，留下过于明显的痕迹。我明白了。剩下的人则是跟着我布置暗攻陷阱。现在大家睡觉，好好休息。明天需要有充沛的体力，大家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安全为上。若是遇到什么情况，立即用哨键通知。根据昨天的任务安排，晴天一行人分成3组，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离开。晴天这一组来到丛林里的某处。很好，这里树叶茂盛，枝叶繁密，正是布置暗攻的好地方。现在大家都围过来，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暗攻的布置要领。第一步，先将弓身横绑于2根木桩上，注意，在绑的时候
一定要把弓身绑紧，否则晃动的弓身会在一定程度上卸掉大部分的力，使得箭矢的威力大减。第二步，把3指宽的木片放在弓身中间，用木棍顶住，另一端撑开弓弦。记住，一定要保持木棍末端凹槽的平滑，保证能顺利脱弦。第3步就是将木片下方的细绳拉至对面绑好，注意拉的过程中不要太用力，触发机关了。最后再在弓弦上安上箭矢，一定记住这一步一定要放在最后来做。巫师大人，这样就算布置好了吗？是的，现在我们来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成功触发陷阱，避免还有纰漏。看好了。哦，真的成功了，而且威力还不小。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现在提出来。接下来就要由大家去布置了。暗宫的布置方法并不难，只是看了一遍，问了几个问题，解答了所有疑惑后，拉达族人开始在晴天指定的地方布置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卡塔一组人正在奋力地挖坑，而拉格纳一组则在砍树造木刺，整个陷阱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此时，在沼泽地的另一端，海盗们的简陋营地。真是见了鬼了！这大冬天的，怎么还会有蚊子呀？哎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只有屎和腐肉才会引来苍蝇。你该不会是上完厕所忘记擦屁股了吧？哎，哈哈，原来如此！我就说为什么会有苍蝇，我瞎了你们的狗眼！这是蚊子，蚊子！哎，大早上的，你们几个该死的在吵什么？见着骨头了吗？一直吠个不停。该死，这种带菜鸟放哨的事情，怎么会落到我头上？这鬼地方蚊虫多不说，水气还重。他娘的，连帐篷里的被子都是湿的。就在这时，拉罗夫忽然察觉到什么，抬头看看前方，原本遮天蔽日的雾气忽然慢慢消散。快回去告诉船长，白雾散了，散了！黄昏，海盗营地，注意，有人接近！哎，不要慌张，是拉罗夫他们。你是说，白雾散了？今天早上刚散，我们就赶忙跑回来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很好，这是赏你们的，立刻通知下去，让船员做好准备，明天即刻启程，穿过沼泽。是，这一次一定要将不老泉拿到手。清晨，一只斑鸠在雪地上觅食，忽然雪地塌陷，露出地下隐藏的木屋。斑鸠被吓了一跳，慌忙扑腾着飞走。外面安全，都出来吧。哎，还是外面的空气好，在里面可闷死我了。虽然有点闷，但待在里面确实要比帐篷暖和很多。这是因为雪是热的不良导体。什么是不良导体？因为雪本身就有隔热性，人体所散发的热量会囤积在暗室里，难以散开，故此室内才不会感到寒冷。另外，由于室外温度极低，积雪也不会因为热量而融化。人的身体会发热？解释不清了，算了，大家赶紧生火吃东西吧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再过2天海盗就会到达这里了，我们要早做准备。巫使大人所说的，会不会是我们生病时的情况？说起来，我生病的时候身体会很烫呢。我觉得并不是。我们现在和海盗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，只有利用这些天布置的地利，慢慢消磨海盗的力量，待削弱到一定程度，再发起总攻，一战定局。幸好之前已经完成了这暗室布置，否则计划就没办法实施了。今天的探查任务就交给你。沼泽地里升腾的水汽中，海盗歪歪斜斜的队伍正在前行，但大部分人都精神紧绷，四处张望。你们说耶梦加德不会突然出现吧？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快看到边界了！七神圣父庇佑啊，我们终于到了！
果然和船长说的一样，在白雾消失后，耶梦加德也被放逐到了另一个世界。索蒙森船长万岁！众多海盗欢呼着，船长索蒙森从人群中走出来，审视着这片陌生的土地。而在空中，沙雕翱翔着，将海盗们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。所有人继续前进，确保在太阳下山前找到干燥的地方搭建营地。那群海盗竟然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沼泽，还有那群大蟒蛇呢？蟒蛇估计是冬眠了。本想着维京海盗在穿越沼泽的时候会遭遇泰坦蟒，伤亡惨重，甚至团灭，但现在看来，泰坦蟒也是冷血动物。虽然沼泽地并未结冰，但整体的温度下降了不少。泰坦蟒估计早就躲起来过冬了。算了，泰坦蟒既然没有出现，那我们就只能用自己的双手为死去的族人报仇了。海盗现在的位置是在这里，到时候我们先借着夜色悄然摸过去，尽可能的击杀敌人。一旦子弹打空，就立即朝着最近的陷阱撤离。记住了，这次夜袭是削弱敌人的力量，千万不可恋战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？维京海盗刚来到这里，戒备心定然很强。我们先好好休息，今晚凌晨再动手。海盗营地，月光下的临时营地，众多的帐篷被搭建起来，众多守卫围在篝火边上取暖。这种鬼天气，就算是再凶猛的野兽，也得乖乖缩在窝里吧。我觉得你可以和船长提一下建议，让他撤掉守卫。哎，嘿嘿，怎么了？你不会不敢吧？你说对了，我还真的不敢。你要是有这个胆子的话，你去。100金币，我要是敢去的话，你给我100金币怎么样？嬉闹的海盗们没有注意到，在他们营地外，众多拉达族人正借着夜色掩护，悄然靠近。目前能够看到的守卫。
这是恶魔的诅咒！船长，我好像受伤了，快救救我！慌乱逃窜的海盗闯入了船长的帐篷，挡在他面前的是面无表情的格林姆。血，我还在流血！格林姆，快帮我止血！迎接他的是格林姆无情的利爪，不是什么神的罪罚，也不是来自恶魔的诅咒，而是这枚铁珠射杀了他们。他们倒地的方向都指向了东面，也就是说，敌人在西面。火绳枪打完后，不用重装弹药，直接上弓箭。经过刚才的一炸，营地里的维京海盗已经乱了，现在正是削弱他们力量的大好机会。等等，巫师大人，那边有情况。就在晴天准备将这群海盗一锅端的时候，海盗的反击到了。原来是你们这群野老鼠在搞鬼！我既然来了，就把命和不老泉给我留下。巫师大人，我们被发现了。看到了，不是什么魔法天咒，一切都是那群土著人搞的鬼。索蒙森船长有令，杀死1名土著人，奖励1000金币。杀呀！果然是一群亡命之徒，为了钱，连命都可以不要。但索蒙森才是最危险的，以他的战力，一旦冲入过来，那是虎入羊群。所有人按照计划撤退。卡塔，你和我一起上。危急时刻，晴天拔出唐横刀，站在最前面，跟着卡塔一起迎向索蒙森。双方悍然碰撞，横刀与利斧相交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，星火四溅。你们的性命我就收下了。拉达族人按照晴天的布置，拿起弓箭射出密集的箭雨，让海盗们伤亡惨重。别分散，注意盾牌，抬高角度，来挡住！停止抛射，大家瞄准敌人腿部。维鲁、尼克、阿鲁巴，你们3人先带领一部分族人前往陷阱附近准备伏击，其他人和我一起留下来，接应巫使大人和卡塔。在另一边的战场，3道身影在树林中来回交错，刀光剑影闪烁不止。晴天与卡塔联手围攻索蒙森，但却是索蒙森占据了上风。这索蒙森强得离谱，以1敌2，竟然还能压着我们打，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。卡塔，掩护我！交给我。卡塔独自一人攻向索蒙森，掩护晴天往后撤离。牺牲自己让同伴逃走，令人称赞的情谊。但是你就要死在这里了，给我死！不错，再快点，再快一点，差不多就能够得上我1/10的实力了。在索蒙森狂笑之时，原本逃跑的晴天突然从另一旁的林中杀出，跃起一刀劈斩。这种打掩护偷袭的办法，我见得多了，根本毫无用处。你在看哪里？卡塔抓住机会，一枪刺出，直取索蒙森的腹中。面对2人的前后夹击，索蒙森反手握住斧子，旋身一转，以斧刃卡住枪锋，紧接着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巨力，强行扭转枪锋，刺向晴天。竟然强行扭转了卡塔的攻击。唐横刀横在胸前，挡住了枪尖，却挡不住这一击的巨力，狠狠撞到树干上。卡塔也来不及卸力，被自己的力道带着摔在地上。还有什么好玩的招式？最好现在就拿出来，不然可就再也没机会了。怪不得卡塔他们对索蒙森如此忌惮，这他妈的简直不是人呐！就在索蒙森以1敌2，死死压制住晴天2人之时，远处的树林中，刺目的白色强光点亮了夜空。那是闪光弹，帕松那边的，小心护住眼睛！
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哎呀！我什么都看不到了，我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强光闪过，整个昏暗的天空都变成白昼。被强光刺痛的维京海盗疯狂嚎叫着，阵型大乱。维鲁他们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，趁这个机会开始撤退。你们这些废物，全都起来，继续给我追！那是格里姆他们所在的方向。你们这些小老鼠，又在玩什么花招？按照原计划行事。撤！就这么不打招呼就走，可是非常不礼貌的。两人转身就跑，索蒙森恼怒地拎着斧头就追上来。不管这些老鼠的计划是什么，追上去杀了他们，准没错。很好，果然上钩了。既然这样，这个送你，聊表歉意。晴天甩出一枚闪光弹，而早有准备的索蒙森高高跳起，直接从闪光弹强光覆盖的区域跳过去。区区这种手段对我没什么用的。什么？索蒙森身在空中，准备一斧头砍死前面的晴天，而就在这时，利剑破空。这是第2份大礼，希望船长你能够满意。你们跑不掉的，该死的老鼠！我要亲手一寸一寸捏碎你们的骨头，我发誓！暂时逼退了索蒙森，趁这个机会，晴天带着一众拉达族人撤离，而在他身后不远处，索蒙森已经带着一大群海盗追上来了。巫师大人，海盗们追来了。很好，目前正按照我所期望的方向在发展。有陷阱！不仅是索蒙森，追入林中的其余海盗也纷纷触发了陷阱，猝不及防之下被箭矢刺穿，血肉横飞。该死的土著人！我要将他的头颅拧下来当球体！就在海盗们以为陷阱就此结束的时候，往前继续追杀的几个人脚下踩到空处，直直坠入巨坑之内。坑底尽是尖锐的木刺，毫无悬念地将他们的身体刺穿，尽数坑杀。不愧是巫师大人的陷阱，非常管用。救我！给我死回去！挣扎着爬起来的海盗被一箭射穿，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沾染着拉达族人的鲜血。
这一笔仇恨，没有人会忘记。满地断裂的箭矢落入陷阱的索蒙森，目光凛冽地审视着四周，满地箭矢对他毫无威胁。陷阱？这么说，这群老鼠分散逃窜，并不是为了提高生存几率，而是想分散人手，将我们逐个击破。太强了吧！10几支箭齐发，居然没对他造成一点伤害。没办法了，只能将他引到族人的埋伏圈里，一起合力击杀。那是什么声音？第四，暗箭。果然，这群土著人在我们来之前已经布置好了各种陷阱，再加上刚才的奇袭，死去的船员至少有50多人。这样下去，对我们非常不利。在不知道还有多少陷阱的情况下，先暂时撤退吧。停留在原地的索蒙森吹响号角，目光凛冽地扫了一眼晴天的藏身之处，之后蓦然离开，竟然是停止了追杀。他就这么离开了？是因为那个号角？看样子，他们可以通过号角进行一些基本的信息交流。原本我们是想充当诱饵，带领他们穿梭于布满陷阱的森林中，待到实力削弱后，再带往最后的伏击点。可没想到，这群维京海盗竟然如此谨慎，面对落单的寥寥几人，竟然选择放弃。看来得回去从长计议了。等等，是我。放下武器，是自己人。都出来吧，后面没跟着海盗。海盗没跟来吗？没有。刚刚的号角，你们应该都听到了吧？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号角声出现后，那些海盗都原路退回了。那是船长的撤退信号。啊，快回去！快看，巫师大人他们也都回来了。西古德，救救我！我还不想死，不想死。不想死的就闭上嘴巴，省点力气。漆黑的森林中，聚在一起的维京海盗，大部分人都带着伤，哀嚎不止。我亲爱的船员都怎么样了？大部分伤势都太严重了，有些还能救回来，不过肯定会落下残疾，不知道能不能挨过这个冬季啊。西古德，你听好了，我要你尽最大的努力，把所有受伤的船员都救回来，明白吗？我们的药品有限，可不能浪费了。班长，有几个伤员还可以。没听见吗？我说的是全部。拉洛夫，你们几个留下来帮助西古德，让他能好好完成他的工作。其他人，跟我返回营地。冰冷无情地下达命令之后，索蒙森转身离去。该死，又是我！听到了吗？船长对我们真是太好了。哼，果然是刚上船的菜鸟，就是天真。拉罗夫来到西古德身后，看到的是这位船医一只手捂住受伤海盗的嘴巴，另一只手紧握着匕首刺入了他的胸膛。这就是索蒙森要求的努力。不会痛苦的，睡一觉就好。圣父在松加德等你。全都给我记住了，今晚你们所见的一切不要和其他人提起，谁敢多嘴，我就割掉他的舌头。若是我受伤的话，怕是也会就这样被杀死吧。之前积攒过冬的食物被烧毁了，待到入冬储备的食物也见底了。现在这些受伤的船员即使能救回来，也丧失了劳动和作战能力，只会成为累赘。杀掉他们还能缓解食物压力。船长真是一个理性而冷血的怪物。我这边死于陷阱的海盗大概是7、8人，我这边的情况差不多。我们也是。那也就是说，算上被火绳枪击杀的，我们一共干掉了维京海盗差不多80人左右，
将近一半的人数。只可惜海盗太谨慎，一察觉到不对劲就立即撤了，否则我们还能杀死更多。经过这次之后，维京海盗已经知道这片森林被我们布下了陷阱，将会变得更加谨慎，想故伎重演感觉很难了。这个倒是不用太担心，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一网打尽，而是不断削弱他们的力量。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计划依然保持不变，还是以游击骚扰的方式为主，只要他们敢追出来，就把他们往陷阱的方向引。巫师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有点累了而已。大家今天就先好好休息吧，明天我们见机行动。巫师大人，尼克，让巫师大人好好休息。海盗营地里，被火烧毁的帐篷和死去的船员正在被逐渐清理，死去的只是毫无价值的残骸，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尊重。处理尸体的时候扔远些，哎，记得用积雪掩埋起来，别把野兽引过来。哎呀，新来的那个，别吐了，过来搭把手。你脑子进水了吗？抬不起来不会拖着走吗？索蒙森船长有令，今晚活下来的人都能得到100枚金币的奖赏。哦，船长万岁！索蒙森，索蒙森，索蒙森！有必要给这帮废物这么多的打赏吗？这一次死了那么多的人，自然要给他们一些激励。金币这种东西，没了再去抢就好了，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最重要的是把不老全拿到手。今晚加强戒备，明天一早，我们朝着雪原的方向进发。雪原？今晚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我们的船员是被什么武器杀死的？应该是我们从没见过的武器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武器的射程不会太远，否则那群土著人不会离我们的营地那么近。没错，除此之外，从他们改用弓箭来看，那神奇的武器说不定已经没办法再使用了。当然，这也可能是他们故意引诱我们的假象。无论实际如何，雪原上白茫一片，视线无阻，我们不会被袭击第二次。所以，只要进入雪原，所有人今天晚上给我保持警惕，谁都不许大意。黑夜中，维京海盗的营地灯火通明，比平时更多的守卫警备地戒备着黑暗中随时会出现的敌人。已经全部清点过了，我们现在的食物储备只能坚持1个月。足够了，通知下去，在这段时间里，让船员好好休息。好好休息？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吗？你想做什么？不出意外的话，那群土著人早就猜到我们会来，并且在那片森林里布下了重重陷阱，追进去你就死定了。而且这个时候，沼泽地里的死亡迷雾可能已经重现，想要回头也不可能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杀死那群土著。哼，那群土著如此狡猾，想必已经猜到了我们的困境，所以他们不会轻举妄动，而是选择蛰伏森林，准备活活把我们耗死。等着吧，鱼儿不上钩，是因为饵料不够大，只要下足了饵料，就没有钓不上的鱼。大家快出来，出太阳了！次日清晨，天空放晴，艳阳高照，拉达部落营地里留守的族人纷纷出来晒太阳。唉，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呢。今天他们已经离开半个多月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叶琳，来打雪仗！打雪仗，打雪仗！叶琳姐姐，一起打雪仗呀！你们一起玩吧，我就不。好啦，别想太多了。
一起来玩吧。杰西卡，你不担心晴天他们吗？为什么要担心？难道你不相信晴天？他一定会安全回来的，绝对不会有任何意外。我也相信。那么，要不要来打雪仗呢？阿根娜，快看快看，这个雪人像不像我？像。临时营地里，阿鲁巴得意炫耀自己的雪人，卡塔暴躁一枪，直接捅掉了雪人的脑袋。卡塔，你干什么呀？阿鲁巴，你太松散了，身为战士就要时刻保持警惕。可族长不是也在那边堆雪人吗？哎，你们也要一起玩吗？有这么个族长，感觉好丢人。我好不容易才堆的雪人。这轻松的气氛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不是在准备作战吗？那些海盗一直没有什么动作，大家也都放松警惕了吧？巫师大人，他们有动静了。外出狩猎的人，不管是否带回猎物，都有20枚金币的赏赐。谁去？我去。压我一个！他妈的，别和老子抢！嘿，真有意思，竟然有人嫌自己命长，抢着去送死。让他们抢，要不是这些菜鸟，这任务可就落到我们头上了。船长，4支狩猎小队已经凑齐了，只是那群土著人真的会有所行动吗？如果他们不动，我们正好能补充些食物。钓鱼嘛，要讲究耐心，不要着急。他们一共派出了4支小队，每队15人，分别朝着4个方位进发。太好了，1支小队15人，我们正好能无声无息地吃下。所有人，准备战斗！这森林连只鸟叫都听不到，上哪儿找猎物去？别废话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找，能找到几只雪兔也行。只要打到猎物，不论大小，1支20枚金币。船长果然很大方。说起来，那帮该死的老船员竟然没有一个来抢这份肥差，这也真够奇怪的。那群老狐狸上船这么久，不知藏了多少财宝，又怎么会看上这点金币？弟媳，注意身后！是那群土著人，快逃！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，得赶快通知索蒙森船长。一名海盗急忙从怀里掏出号角，准备向船长求援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尼克化作一道寒光闪过，鲜血飞溅。你杀人了！你杀人了！你这个刽子手！我不是，你开枪打死了我。如果我不打死你，死的就是我。就是你干的，和我一起下地狱吧！晴天呆呆地看着面前的阿鲁巴，他脸上有鲜红的掌印，看起来跟自己的手掌差不多大小。都说了，让你不要去打扰巫师大人。可是我看巫师大人一直在那里喃喃自语。那是巫神的语言，应该是巫师大人在和巫神大人沟通吧。抱歉，阿鲁巴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们离开了。情况有变，所有人立即跟我走。晴天带着尼克等人迅速赶往沙雕观测到的地点，看到的却是一片空荡荡的海盗营地，海盗已经离开。从脚印的痕迹来看，他们应该刚走不久。他们前进的方向好像是平原。巫师大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平原上我们可没有布置陷阱，要是他们真的离开了森林，那我们就一点办法没有了。脚印整齐有序，应该不是匆忙间离开的。如果真的想逃走，应该有时间打扫痕迹才对。可现在，这些脚印就好像是故意留下来的一样。波库马、波哈马，你们2个跟我走，其他人原地待命。沙雕飞翔于高空，俯瞰着雪原上的海盗队伍。找到了，你们2人先去试探一下，看他们有什么反应。不管是否成功引诱，
你们都要立即往最近的陷阱撤去，我在那里接应你们。是。波库马、波哈马两人身手灵活，即便是被维京海盗发现，也不用担心陷入危险。晴天站在树干上，用望远镜眺望着远处的海盗。人群中的索蒙森忽然感觉到什么，扭头盯着晴天所在的方向。格里姆，有小老鼠跟上来了。哪里？虽然不清楚他们距离在哪儿，但我知道他们已经来了，应该很快会出现。是那群该死的土著人！看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小心，是弓箭手！在远处的树林中，波库马兄妹毫不留情地张弓急射，一根根利箭逼得海盗们只能躲在盾牌后面。他们只有2个人，不要怕，一起上！站住！所有人给我回来，撑起防御，保持原有的队形，继续前进。船长，从现在起，没有我的命令，无论是谁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许脱离队伍。在索蒙森的严令下，海盗们收缩队形，高举盾牌凝成盾墙，继续前进。这群海盗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意图，再怎么引诱都没用了，得赶紧前往平原边的雪山，做好新的部署才行。没想到在这岛屿上竟然有这么一大片雪原，真是不错的狩猎场。他们果然来了，不过比我们慢了不少。雪山上的树林里，晴天等人也到了预定地点，正监控着远处海盗的动向。他们物资众多，前行的速度自然比不了我们。巫师大人，我们这么明目张胆的生火做饭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放心，这群海盗现在就是惊弓之鸟，即便被发现了，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在他们看来，平原周围的森林都布下了陷阱，我们这么做是在引他们上钩。可是，雪原地形缺乏掩体，一现身就会被发现啊！如果海盗一直龟缩，那我们只能这样看着。不用担心，食物会逼迫他们做出选择。当食物消耗殆尽之时，他们必然要派出人手冒险进山打猎，而我们只需待在周围的密林里，居高临下，静观其变，守株待兔就行。速战速决，别让他们吹响号角！面对慌乱逃散的海盗们，卡塔一枪横扫，其余族人也气势如虹地扑上去，打得海盗们节节败退。给我死！战斗结束得很快，卡塔带着几名族人正在用雪掩埋维京海盗的尸体。好可惜，要是来的海盗再多点就好了。如果来的海盗再多，我们就没办法一次全部杀死。到时，只要有1名海盗逃回去，我们的位置就会暴露。可是，如果同伴长时间没有返回的话，海盗应该也会察觉吧？就算他们知道了也没关系，到时候我们早就隐藏起来了。另外，那些海盗的食物应该已经快要耗尽，这4支上山打猎的小队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只有2个选择：原路返回，或者是殊死一搏。不管哪种选择，我们都沿用最初的游击战术，依靠陷阱的掩护，不断消耗他们。当然，我们如果把另外3支海盗小队歼灭的话，海盗的人数将减至50多人。那个时候，即便是正面对抗，我们也有一战之力。啊？哪儿来的号角声？难道我们被发现了？我这边没见到敌人。不对，这声音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。又一个号角声响起了。这2个号角声好像来自我们隔壁的2个山头。难道说，沙雕，去侦查一下另外3支海盗小队的情况。糟了，原来这些小队是用来确定我们位置的诱饵。海盗营地，索蒙森一脸笑意地看着晴天他们的藏身之地，他的计划已经成功了。只要3支小队按照我们的要求传回反馈，看样子鱼已经咬钩了。格里姆，为这场盛宴奏响华丽的乐章吧。开始。是。10几名海盗猛吹号角，
音浪共振，肉眼可见的恐怖音浪朝着晴天他们所在的山头袭去。所过之处，积雪纷飞。所有人，快离开这里！我们的位置可能已经……这是什么声音？我的耳朵好痛，脑袋就快要炸开一样。这么多号角齐鸣，他们想干什么？这是雪。树木上的积雪纷纷开始塌落，犹如雪瀑布。见到这一幕，晴天脸色一变。这是……所有人，马上离开这里！快走，快走！只见山顶上，大地摇动，积雪如翻涌的海浪滚滚而来，族人陷入恐慌。是雪崩！快保护好巫师大人！雪崩初始速度只有每秒20米，随着雪体的不断下降，速度还会突飞猛涨，达到恐怖的97米每秒，比17级台风还快。即便是开启迅疾猎豹，我也无法逃生，更不用说其他人了。跑是绝对跑不掉的，得想想其他办法。这里，全都过来！快来！晴天挥舞斧头，在树干底部砍下一道缺口，随后带着众人爬上树干。雪崩侵袭着一切，树上所有人都死死地抱紧树干，正面对袭来的雪崩。来了，大家抓紧，千万不能松手！崩落的积雪化作汹涌的浪潮，狠狠撞到晴天众人栖身的树干上，让这棵大树不断地摇晃，而底部的裂痕则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，让大树轰然倒下，但却是精准地落在雪体表面，如同一叶扁舟，在雪崩浪潮上冲浪。成功了，和预想的一样，树干在积雪的冲击下往缺口方向倒塌，成功落在了雪崩表面。接下来只需要……巫师大人，快看前面！尼克的惊呼声让晴天看到前方一片茂密的森林，只能硬扛了。接下来会非常颠簸，大家稳住，小心撞击！雪崩径直朝着平原袭去，原本青葱的山头直接被犁出一道白色的沟壑，掀起10几米高的雪雾，迎面朝着晴天他们打过来，如同巨浪。快趴下，注意保护头部！啊，这景象，不管看多少次，都是那么美丽，真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力量啊！船长，我们回来了。辛苦了，这是给你们的奖赏。见到当诱饵的海盗们回来，索蒙森随意扔下一小袋子的金币和宝石，这是作为活着的人的奖赏。至于死掉的，感谢船长。接下来，该为今晚的宴会收集食材了。雪崩所过之处，一片狼藉。晴天和尼克从积雪中艰难地爬起来。巫师大人，你们没事吧？哈鲁巴，别乱动！阿鲁巴根本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突然陷入了积雪之中，整个人几乎已经被积雪掩埋。切，你是白痴吗？雪崩后的雪地松软，很不稳定，大家小心了。大家快检查一下自己和身边的伙伴，看看有没有受伤。我这边大家都没有受伤，我这边也是。我这边有人受伤了，这边有人昏迷。如此巨大的雪崩，想要安然无恙是不可能的。现在这样的情况，已经比预想中好很多了。巫师大人，威路不见了。什么？难道是被雪崩卷了进去？必须得赶快找到才行。巫师大人，不好了，海盗他们朝这里来了。这么快？看来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好了利用雪崩这一点。帕松，你带上所有族人，穿上踏雪板，先离开这里。卡塔尼克和我一起留下，寻找维鲁。周围的积雪至少2米深，还好我们提前制作了踏雪板。那些海盗本就于冰天雪地的北欧，也可能掌握滑雪的技巧，得赶快找到维鲁才行。巫师大人小心！狼群！
所有人准备战斗！狼群的出现，让死里逃生的众人再度紧绷起来。哈颂大手一挥，族人纷纷拿出武器挡在晴天面前。是之前的黑狼群，竟然会在这个时候遇上，就这么倒霉吗？就在众人警惕着准备拼死一战的时候，却发现狼群没有发动进攻，而是从雪地里发出了被积雪掩埋的身影。那是一名昏迷过去的拉达族人。鬼鲁，难道说？塔塔，我们上！黑狼交给我。发现昏迷的族人被狼群拖了出来，哈尼、尼克和卡塔拿出武器，准备冲进狼群救人。等等！就在两人气势汹汹准备冲过去的时候，晴天忽然喊住他们，独自走在最前面，盯着不远处的狼群，或者说盯着那头满是伤痕的黑色头狼。巫师大人！哎，这么厚的积雪，土著人的尸体都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，得找到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别废话了，早点找到，早点回来。奖励1000金币。嘿嘿，只要找到土著人的尸体，200金币就是我们的了。哎呀，愚蠢！真正有价值的是藏在土著人身上的不老泉。日落黄昏，沙雕在丛林上空长鸣，而在它下方是海盗小队正沿着雪地上的痕迹搜索拉达族人的踪迹。你们看那里！忽然，一名海盗惊呼着指着远方，几头野狼正拖着昏迷的土著人。找到了！
不管是金币还是不老泉，我都要。见到目标就在面前，海盗们惊喜若狂地扑上去，但下一刻，随着一阵轰隆巨响，地面塌陷，冲在前面的海。Down the street with your red lips and funky beat. You better hold your head up to the sky. I'm gonna roll with you till the day I die. Hey, swing those hips around. Can't stop, roll back down. My ladies, short, tall, thin or wide, always down and ready to ride.很好，第一阶段很顺利，短路径上的海盗小队都已经被击杀了。现在大家正赶往中路径的伏击点，接下来计划能否继续顺利进行，就仰仗你的兄弟们了。晴天看着面前的黑狼，这才是他们计划最关键的组成部分。另外，我们的老对手也来了。夕阳映在雪地上，一片残红，宛如鲜血。我们真的就这么坐在这里等他出现？根据沙雕回报的信息，海盗船长走的就是这条路径。卡塔，你和他交过几次手，应该对他有所了解。你觉得我们的陷阱会有用吗？或许他一眼就能看出我们的布置，或者落入陷阱却毫发无损。那个人非常厉害。巧了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不过，他现在已经来了。啊，这速度太快了！若是他选择的是长路径，我们还能准备充分一些。巫师大人，等会交战，若是不敌，你就找机会撤退，我来断后。要对我有信心，这一次，赢的绝对是我们。迅捷猎豹需要大量体力作为支撑，一场战斗过后，就算有心想跑，也无法使用这天赋了。既然选择了正面刚，就要有必胜的决心，退必死无疑。船长是土著人。海盗们也发现了拦在前方的晴天两人。索蒙森谨慎地打量着四周，并没有贸然上前。在那场雪崩下，竟然还活着，还是说，当时这两人根本没有在那座山上，在这里等着我？绝对还有其他阴谋。远处，看到他们停下脚步，晴天抬手一指，
索蒙森几人脚下的雪面忽然裂开，小心脚下！索蒙森一脚踹开旁边的海盗，借力跃出陷阱，用手下的命换回了自己安全逃生。又是陷阱！看着陷坑中被坑杀的手下，索蒙森脸色阴沉，内心怒火涌动着。这些陷阱果然对他没用，只能上了。他们故意在这里等着我，再加上这陷阱，那群土著人没死，那些分散的痕迹是为了将我们所有人分开，得通知其他船员才行。虽说他们的性命并不值钱，但出海起航还需要他们的力量。这种时候还想着吹号角，船长，你有点太小瞧人了。在索蒙森即将吹响号角之际，晴天和卡塔联手杀过来，逼得他只能停下抵挡。那就先杀了你们！索蒙森手中斧头一震，将晴天和卡塔顶开，力道之大，完全压制了两人。先送你们上路吧。相见即缘分，我们或许可以好好坐下来谈一谈。只要坚持到其他族人赶来，就万事大吉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可不想和死人交流。3号中路径，森林里，尼克正在与格里姆交手，两人僵持不下，但其他海盗却挡不住狼群跟拉达族人的围攻，逐渐溃败。该死，这群土著人是怎么在那大雪崩下活下来的？这样下去，迟早会被这群土著人包围起来。我得立即逃走，和其他人会合。哎呀，给我滚开！看出了他想逃跑，尼克缠上来阻拦，却被格里姆奋力一击，逼退数步。抓住机会的格里姆毫不犹豫转身逃跑。他很清楚，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。别想跑！索蒙森势大力沉的一斧狠狠砸落，唐痕刀被压得架在晴天肩上，溅起血水，半跪在地。好沉重的力道！巫师大人，卡塔紧握长枪突入战局，勉强将索蒙森逼退，把岌岌可危的晴天救出来。这年轻人很奇怪，明明有着高超的战斗技艺和速度，按理说必然是从多年的实战中历练出来的，不折不扣的强悍战士，但是力道却还不如一个女人。跟我交手，在这种层次的战斗，任何弱点都是致命的。索蒙森高举双斧劈向晴天，完全不顾卡塔从背后刺来的铁枪。不顾卡塔的攻击，这是不要命了吗？给我死！恐怖的斧头痕。
手拎着斧头，转身朝着晴天杀过去。巫师大人，小心！把我当成突破口了吗？反派这个时候不应该先来几句废话，然后降智处理吗？这清晰的思路是怎么回事？游戏该结束了！喂，再不搭把手，我就真死在这里了！在索蒙森杀到面前的瞬间，一声狼嚎，黑色的头狼从黑暗中扑出，速度极快。哪怕是索蒙森有所提防，还是被撕下了一大块血肉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晴天直扑上去，死死抱住索蒙森。卡塔，锁住他！就是现在，咬断他的脖子！黑狼再度跃起，朝着索蒙森扑过来。索蒙森竭力挣扎，但接连受伤的状态，一时间完全无法挣开晴天两人的封锁。而就在他绝望之际，格里姆出现了。小心！根本不顾尼克在后面追赶，格里姆如同疯了一样冲过来，凌空截住了黑狼，钢爪将狼躯洞穿。同时，尼克挥出的刀锋也斩在格里姆背后。弟弟，都给我滚开！看到格里姆倒地的瞬间，索蒙森暴怒地挣脱了晴天和卡塔的钳制，将两人甩飞。格里姆！哥哥！尼克一刀斩断了格里姆的生机，连一句完整的遗言都没能说出来，手臂无力地垂落，看着自己弟弟在怀中死去。索蒙森眼眸一片血红，滔天的恨意与杀机在身上涌动。尼克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其他的海盗都解决了吗？应该解决了，只有这个海盗在战斗时抛下了同伴，所以我一路追了过来。情况有些不妙啊！我要将你们的骨架做成厚葬我弟弟的棺材！暴怒中的索蒙森转过身来，朝着三人扑过去。狂暴状态下的索蒙森如同炼狱归来的恶魔，每一击都爆发着难以想象的恐怖巨力，哪怕是晴天三人联手都挡不住他，纷纷被击倒在地。亲有祭天，法力无边，这还玩个蛋啊！